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在家做生鱼片，我是依赖。我去 Costco 买的鲑鱼排，这个单价比较高，1公斤要1300，因为它是去掉中骨鱼皮的纯肉，中间的鱼刺还帮你手工拔掉了，比起旁边轮切的那一种，成本高很多。这次的会员说他太太很喜欢吃鲑鱼啊、干贝啊、鳍边肉这些的，听他这样子讲，我就完全能了解夫人的口味偏好了。就是所谓的都会丽人的口味，所以这一次我想要弄个漂亮饭，哥也不只是会搞大锅菜的哦。那这个鲑鱼来做个头盘开胃菜，我打算自己做冷熏鲑鱼，口味上面可以自己做个微调。这些腹肉的部分我要做干熟成，抽出水分，浓缩气味跟油脂，生的熟的都可以轻松驾驭。烟熏以前要先腌制鲑鱼让它入味。详细的做法之前有，我就简单说明一下。用石螺、盐、糖把鲑鱼的表面铺满，盐糖的比例是1:1，我放的不多，不想要吃太咸，只要有上一层底味，能把水分抽出来就好。水分如果太多，在熏的时候味道比较不好吸附上去。铺满腌料之后，用纸巾包起来，放进冰箱1天，吸收过程中流出来的水分。会流出来蛮多的，肉块又会再缩小一点，所以烟熏鲑鱼这么贵是有原因的。如果要出水效果更强，在鱼肉上面放东西压一下。我被很多人问过，好事多的鲑鱼能不能做生食？我都会回答你去问好事多啦，因为就算我内心觉得可以，我也不可能为你买的东西背书啊。那你吃出了问题，我要承担责任，这么蠢的事情谁会干？那你现在看到的是我的个人行为，就如同我过去的几百部影片一样，我吃了没事，不代表别人也可以。很多人以为只要冷冻过就一定是安全的，算了吧，很多时候会进医院都是因为解冻流程出了问题，观念跟操作流程细节才是关键。经过了一整天的腌制，排出来蛮多水分的，鱼肉缩小了一点，就像被浓缩过了。那用水把腌料冲掉，擦干，准备来做烟熏。其实这个时候直接干煎也蛮好吃的。我自制了一组烟熏设备，这个是冷却式。烟熏鲑鱼是生的，所以烧出来的烟要经过冷却，不然会把鱼肉弄熟。温度提升也会增加细菌的风险。那热烟通过这个白铁波浪管，会被冰水降温。冷却室上面是烟熏室，铁管里的烟降温之后来到烟熏室，那里面就放满冰块等等降温的东西。这样子烟熏的过程大约是10度左右。这2块鱼肉在过程中要交换位置，不然烟熏程度会有落差。盖子不能太密合，要留一个缝，不然烟进不来。这个铁桶是燃烧式，虽然生锈了，但不影响使用。我用的是烟熏专用的压缩木屑，这个是威士忌风味的，这个很方便，整块点燃能够起烟半小时。下面的瓦斯炉也要同时开火，这样子上升气流够强，烟才会又多又猛。盖子要完全密闭。我另外加了一个小型打气机，避免木屑熄灭了。很快2分钟烟熏室就会有满满的烟，冷烟会源源不绝地灌进来。你感觉烟没有很强，是因为温度低，实际上味道很强烈。烟熏30分钟，鱼肉都还是生的，摸起来也是冰凉的。这个时候还不能吃，用保鲜膜包起来静置1个晚上，让表面的烟熏分子进入肉里，不然就只有表面有烟熏味，没有层次感。立刻吃的话会有一种类似二手烟的气味，很影响体验，一定要放一下才好吃。又经过了1天，现在是完成版，可以直接吃了。在切割的过程中完全没有水分出来。这个断面大部分是油，这个直接吃啊，配沙拉都很好吃。
我都是先切成片，把一餐的量铺在纸盘上。我看外面在卖的都是这样子保存的，然后保鲜膜包起来放冷冻。吃的时候一次拿一盘出来，这样子解冻很快，也可以全部都叠起来，节省空间。这个就是第一份开胃菜了。现在是活动当天早上，我来准备第二样开胃菜——北海道生食干贝。它的侧面有一个白色的部位，这吃起来很硬，切掉口感会比较好。这个是昨天做好的潮汕酱汁。上一次做潮汕生腌的时候，我太太说这个很好吃，所以我对标它的口味来做这一道菜。这个口味也稍微强一点，用来开胃很不错。我原本想说干贝用橄榄油、番茄泥做沙拉，但是鲑鱼已经要放油了，干贝就必须要跳一个味比较好。那这样子放进保丽龙盒里铺冰块，拿去他家，时间差不多刚好。来买今天的主菜。这一次的会员住在板桥，上次做生腌龙虾的水产店也在板桥。那我先来买，等等直接去他家。今天用的是澳洲龙虾，俗名为水姑娘。我上一次做云丹烧也是用水姑娘，今天用同一种虾，比较有把握。来到会员家了，用餐人数2位，装潢很温馨，还养了2只猫。厨房的设备很多，就是碗盘有点少，很温馨呢。这个 IKEA 的，跟我们家都很像。先把龙虾肉处理好，放在冰箱里备用。壳的部分就可以先熬汤，这样子整个上菜的顺序才会顺畅。直接刺穿大脑让它快速死亡，什么冰晕比较不痛苦，我是不信的。长痛不如短痛。这个水姑娘是店里面比较大的尺寸，比我上次做的那个更大。上次的水姑娘是朋友送的。你看这个肉好粗哦，台面我都有保持干净哦。龙虾壳我想不到什么更好的做法了，一样是煮粥吧。我想没有人会拒绝龙虾粥的，对吧？把脚都剪下来，比较好下锅。虾头剖半，我漏带了主厨刀，回去的时候发现这把刀缺角了。贝壳很硬，就用剪的，里面的这些肉、膏、黄都挖出来备用。来切第2只。我太太说她也很怀念云丹烧的味道，所以这次就多做了点，她也可以吃一点。这个成本太高，毕竟也不是一天到晚都在过年。会员说这个房子进驻这些年，第一次有人在这里杀龙虾，他觉得很新奇。胃袋里有没吃完的蛤蜊壳，脏东西都要拉掉，虾鳃很干净就没弄。虾头先放冰箱里备用。把龙虾肉取出来，这多做几次就很顺手了。硬壳类的虾都差不多做法。尖刺的部位、虾脚都先剪掉，处理起来比较安全。虾肠抽出来丢掉。虾壳跟肉之间有一层膜，会很紧的粘住肉，要先稍微加热一下，才能比较容易把肉挖出来。如果你直接挖肉，很容易把虾肉搞烂。有的人是用滚水烫，用火烤也可以。把汤匙伸到红色薄膜下方，慢慢撕，从那一层膜分开，就能保持虾肉的完整性。这个好像王宠哦。接着加热我带来的鱼头汤。料理的流程我都会事先模拟过，写下来，当天可以看，免得中途出错，功亏一篑。
这个是我在北海道买的海胆酱，我想用来取代味噌。什么味道？钱的味道。接着来做烤龙虾用的海胆酱，请让我多停顿2秒。海胆通常冬天比较贵，这一盒海胆的价格跟那2只龙虾的价格只差了几十元。虽然这个成本很高，但是能让不是非常喜欢海鲜的人惦记着的味道，必有其迷人之处。不用磨得非常烂，要保留一些块状。加入蛋黄还有味噌。但我这里加的是这个酱油，我必须说，应该还是要加味噌比较好，烤的时候比较好凝固结块。这样是什么味道？一个字，绝。鱼汤里再放一点干贝增鲜。接着来煮龙虾汤。虾壳要彻底熬出味道来，需要时间，所以这个要早点做。先把洋葱炒出香味来，也可以加点芹菜蒜头之类的。虾头我剪得更小块了，因为会员家里没有大的炒锅，用平底锅会被刮坏，就用一个小的生锅来炒。在不同的厨房用不同的厨具，也算是一种挑战。虾饺、虾须全下，加水开始熬汤。这个是罗东元烧季节料理赞助的生鱼片，这个是红干腹肉，这个是长尾鸟。我带来的喷枪坏了，我就用瓦斯炉直接烧皮，这个是要连着皮吃的，烧一下虾蟹香气很浓郁。今年红干变少，价格涨了很多。我记得1年多前有三角虎船一次在北方抓到10几吨，那一阵子南方澳的红干价格崩盘，然后今年数量就锐减了，真是彼一时此一时。所以我都是看到有便宜的鱼就吃，过2年谁知道还有什么鱼剩下呢？生鱼片先切好，放在冰箱等上菜。你每次都说是薄片，可是我都觉得挺厚的。我觉得差不多了。会员家不吃白米，只吃糙米。为了这一顿饭呢，特别去买白米来煮，所以粥里的饭我不放多。这是腌制好的北海道干贝，我后来有吃一点啊，我觉得这一次我没有掌握好，酱油味太厚重，水加太少，香菜跟柠檬也太过保守了，没有做出特有的风味，下一次要改进。龙虾汤熬好了，倒进鱼汤里继续熬，煮久一点让它收汁。开始上菜了，第一道开胃菜，这个沙拉也是元烧赞助的，他弄的蔬菜种类很多，吃起来很爽。这是客家吉酱跟橄榄油，用柑橘类的香气搭配烟熏鲑鱼，完全能起到开胃的效果。哦，看那个鱼油 ，Oh my god！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那个位上，我们上菜的时候，救护车就从那边外面过。上面这个是烟熏鲑鱼，我自己熏的，所以味道没有那么咸，然后烟熏味也比较淡。我会把它干熟成大概4天，再去熏，所以它那个油脂原烧有去过原烧。那个沙拉看起来很眼熟，沙拉是跟他拿的，因为现在沙拉很贵。我依稀记得。我们之前有一个那个潮汕生腌的菜，然后里面呢，我太太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道。
我认为是可以的，辣是不会辣的。对，你要相机先吃吗？我不会辣。对，不会辣。对，我没有把它控制好。这整块都是腹肉，但是这个是就是比较上面的部分，下面是最油腻的部分。然后明天会员应该就会收到没有订的会员。没有错。皮的部分我们有做炙烧过，但是长尾鸟因为这只很大，所以它的皮有点硬。因为我们以前炙烧，有人会拿那个石头板，我们后来把它烧裂了。盘子很烫哦，不要盘子不要碰。这个还有哦，如果吃还不够，还有。好，我们就用量在取胜。对。那个沙拉味道够咸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然后再加一点吗？可以吧？开胃菜跟生鱼片上完了，接下来是熟食的环节。龙虾表面先稍微加热烤干，这样子酱料比较能包裹上去。哇，光是看到这样就快要流口水。我这次用的海胆比上次多很多，上一次坦白讲呢是鸡蛋跟味噌比较多，这一次是海胆买大盒的，没有放味噌。30万订阅了，还靠我 keep 嘞。虽然这么说，但是看到海胆滴到下面的烤炉，心里面还是有一些悸动的。一开始在烤的时候，海胆都裹不上龙虾，反复弄了很多遍，加热的时间过长，感觉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。但因为我们的设备食材都不是一个标准化流程，加上陌生的环境会有点压力，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，我想我会越做越好的。我这次烤云丹烧的心得是这样，酱料的部分可能海胆太多，鸡蛋太少，变成加热凝固的很慢。我用汤匙淋了非常多次才裹上去，应该是要加一些味噌，会更浓稠一点。然后烤盘上面用来架高铁签的铁网太高了，因为龙虾比我预期的粗，原本带去的网子高度不够，我临时凹了一个角度，结果离火太远，我们发现这样子都烤不到。后来我沾酱之后立刻用喷枪炙烧，表面就立刻凝固，再上烤架加热，这样子反复的操作，海胆外壳才做起来。希望这个观看足够好，让我之后还有机会能再做一遍。终于烤好了，现在切开来看看。这个龙虾半熟的程度看起来不错，还处于鲜嫩多汁的状态。这个海胆外壳就烤得不够，分开了。另外一尾龙虾再多烤一阵子。这个是一半，因为我们切了这一尾以后发现没有烤得很硬，所以我们另外一只还在烤。那先试试看，这个里面就是龙虾，然后外面是用刚那整盒的海胆，然后再加上我们北海道买的海胆酱油，然后把它打成泥，然后把那个泥一层一层裹。这一道菜的成本超越其他7道，我们只有做过一次，所以说今天可能没有那么成功。试看看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哦。我们还有另外一条，我们把它烤得熟一点。那这边是比较深一点，我得吃一块。我觉得烤熟一点比较好，但是味道很好，甜味，龙虾的甜味跟海胆的甜味全部都有，非常好吃，又甜又鲜，吃起来比较偏向生龙虾的味道，脆脆的，然后要嚼蛮久，因为海胆酱非常好吃，而且没有那种海胆的怪味。
这个是打鱼王翔哥送给我的横带石雕，他上次来家里吃饭时送我的，那个影片还在剪。这个尺寸不大，就做熟的，刚好能放进蒸鱼锅里。他找不到装蒸鱼的盘，我就用带来野生的石雕，石雕2种，一种斑石雕，这个是横带石雕，这是另外一个 YouTuber 打鱼王翔哥他打的，这个是野生的。然后上面剁椒酱是他送的，但是这不会辣，酱料弄在边边。等一下，这样子把那个肉剥下来，然后它的皮很厚，所以一定要带着皮吃，它的皮非常好。然后就带着一点这个酱料，我跟你讲它不会辣，你不要吃辣椒就好了。它里面那个姜的味道蛮不错的。那这鱼在市场上买不到，要靠打鱼人。买得到，很贵。这是我自己做的酱油风味一夜干。这个养殖的不用加很多油，煎一煎它自己会流出来。这是龙虾头里挖出来的虾膏，还有一些肉，因为龙虾汤要经过过滤嘛，这个最后才放，才不会被滤掉，吃起来很方便。这个汤收干了不少，再加一点鸡蛋跟剩下的海胆酱，整个很爽的海鲜粥就好了。那里面有没有吃？不用，这个不用客气，是我们吃很多了，真的，这样讲有点讨人厌，但实际上就是我们如果来城里面的话，像我们今天下午先去吃了什么，知道吗？我们去吃了油户口，好几年没有吃过，对，我们如果进城的话，就吃一些城里有的，对，都不要再吃鱼了。对，我们等一下想说拍完了去那个什么椰蛋城啊，我没有去过。这个蚵啊，因为泡过酱油跟糖，这个颜色是正常的。因为我们家真的找不到可以装这个的盘子，对，我们找了，我们就连锅子上了，对不对？这个颜色啊，不是它煎焦了，这个是酱油腌的一夜干，我们都会把它煎到酥脆的，这样脆脆的。那这个味道是比较重，比较咸口。我们等一下配着海鲜粥一起吃。我们把刚最后做那个云丹烧剩下的一点海胆，还有虾膏，黄黄的那是虾膏，然后深咖啡色的这个是海胆。这个是第2尾龙虾，我用小火要再多烤一下，捏一下确认外壳有彻底凝固了，再来切开看看。哇，这个漂亮的多欸。你看这个厚度可以吧？我们就当做没有刚刚那一段，这个就成功多了。你看这个就跟着外面的那一圈，好不好？这个版本应该更好，来试看看。那是真的很好吃。再熟一点，那个龙虾的那种嚼劲就出来了。有嚼劲，有甜味，有甜味应该有吧？很紧弹，好吃，哇，这个好好吃哦，这比刚刚又更好吃了。这是熟的。你看这个，应该不要浪费吧？停止你的想法。进去了。